我是贾德·戴蒙，一个研究鸟类的生物学家。1972年，我站在新几内亚岛的海滩上，身边陪着一位当地政治家，他叫亚历。我们聊了很久，聊部落，聊这片土地上的过往。然后亚历忽然停住，转过头看着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你们白人能造出那么多东西，一船一船运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却几乎什么都没有？在他当地的话里，那些东西有个专门的词，叫货物钢斧、火柴、药品、衣服、汽水、雨伞，所有好像从天而降，彻底改变他们生活的玩意儿。说实话，看到这个问题，我愣了一下，因为它听上去太简单了，简单的像个孩子随口一问。可你越往下想，越会觉得它底下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亚历其实是在问一件特别大的事：为什么有的地方富，有的地方穷？为什么有的文明领先了几千年，有的却被远远甩在后面，连尾灯都看不见？为什么这世界上有些人一出生就站在了别人拼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我想我们不妨一起停下来，认真想3秒钟，如果今天有人当面这么问我们，我们会怎么回答？是因为谁更聪明、更勤奋，还是骨子里就更行？我猜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可能这么想，但戴蒙没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让他思考了整整25年。25年后，他写了一本书，专门来回答海滩上的这个疑问。这本书叫《枪炮、病菌与钢铁》，后来拿了普利策奖。而戴蒙给出的答案，把我们习以为常的那套想法整个掀翻了。他说，让一个民族领先，另一个落后的，从来都不是基因，不是智商，不是哪个种族天生更高贵，真正在背后说了算的是4个字：地理环境。接下来，我们就顺着亚历这个问题，一层一层往下挖，挖到最后，你对人类文明的走向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成功和失败这2个词，在你眼里会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我们先一起做个小小的思想实验，轻松一点，跟着想象就好。想象有2个刚出生的婴儿，第一个生在硅谷，爸妈是工程师；第二个生在亚马逊雨林深处的一个部落。现在我们很点心，在他们出生那天，把2个孩子对调，硅谷的孩子被送进雨林，部落的孩子被抱进硅谷。30年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答案几乎没什么悬念。在硅谷长大的那个，不管他原本来自哪儿，多半会成为工程师，张口闭口是算法和股票；而在部落长大的那个，多半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猎人，能从一片被踩弯的草叶里看出3小时前打这儿过去的是什么野兽。那么从婴儿到30岁，他们真正变了的到底是什么？是基因吗？不是的，他们出生当天就对调了，基因一直跟着各自走，变的是环境。同样的一颗大脑放进不同的环境，就会长出完全不同的人生。我们把这句话放回自己身上看，我们平时总爱把一个人的成就全算在他本人够不够努力，够不够争气上。可这个小实验悄悄掀开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很多时候，在我们开始努力之前，环境就已经替我们画好了这辈子大概能长成什么样的范围。当然，先别急，因为到这儿我们聊的还只是一个人。可亚历问的是整个民族，是一整片大陆，是几百万上千万人的集体命运。环境真有那么大本事，能左右一整个文明的兴衰吗？要回答这个，我们一起回到500年前，一个血腥的下午，在那儿有168个人干了一件听起来根本不可能的事。1532年11月16日，南美洲秘鲁北部，一座叫卡哈马卡的小城，一个叫皮萨罗的西班牙人带着168个士兵站在了这里。这帮人里不少又病又累，离家万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站在他们对面的是印加帝国，当时地球上最庞大的帝国之一，疆域辽阔，人口数以百万计。那天，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亲自来了，身后跟着8万士兵，168对8万这个对比，你第一次看到大概都会以为自己看错了。可结果是，就在那个下午，皮萨罗活捉了印加皇帝，杀了数千人，而他自己这边一个人都没死。没过几年，整个印加帝国就垮了。读到这儿，你心里大概已经有了个答案，那肯定是西班牙人更能打啊，有火枪，有钢刀，有战马，是更凶的战士。这个答案有一半是对的，真正的反转要来了，真正杀死印加帝国的根本不是皮萨罗，也不是火枪和钢刀，而是一个我们肉眼根本看不见的东西。它甚至比西班牙人更早到了这片土地，它的名字叫天花。
早在皮萨罗到来好几年前，天花就已经悄悄跟着前一批欧洲人到了美洲。他从一个部落跳到另一个部落，一路向南蔓延过整片美洲。他杀死了上一任印加皇帝，杀死了皇帝亲手指定的继承人，整个帝国一下子陷进了一场为争王位的血腥内战。2个皇子自相残杀，而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就是在内战中刚刚胜出的那个。所以当皮萨罗终于走进卡哈马卡的时候，他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帝国，而是一具早就被掏空、正在大出血的巨人。他不过是补上了最后那一刀。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一点，那些死于瘟疫的印加人到死都不知道是什么在杀他们，而赢了的西班牙人很多也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赢。历史最让人沉默的地方可能就在这儿，很多时候赢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赢，输的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你有没有觉得这是特别像今天身边正在发生的？我们总爱把赢家捧成高瞻远瞩的天才，把输家骂成没用的废物，可很多时候真正决定胜负的是一股双方都看不见的力量，他在所有人登场之前就已经悄悄站好了队。但这又逼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天花偏偏站在西班牙人这边？为什么欧洲人身体里揣着这么毒的病菌，自己却没事儿，而印加人连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这绝不是运气2个字能打发的答案，它藏在一个我们怎么都猜不到的地方，一个牲口棚。我们平时总把病菌想成是老天爷随手撒下来的恶意，可戴蒙提了一个我之前完全没想到的事实，人类历史上那些最致命的传染病，绝大多数根本不是从人身上来的，而是从动物身上来的。天花、麻疹、流感、肺结核，鼠疫你一个个往回捋，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从被人养的家畜身上跳到人身上来的。天花来自牛，流感来自猪和鸭，麻疹来自牛羊。那么问题就来了，在这地球上，是谁跟最多的牲口住得最近、住得最久？是欧亚大陆的人，牛、羊、猪、马、山羊。几千年来，欧亚的农民几乎是和牲口睡在一块儿的，喝他们的奶，沾他们的脏，呼吸同一口气，一代又一代，病菌不断从动物跳到人身上，无数人因此死掉。可是活下来的那些人，他们的子孙的血液里慢慢萃出了免疫力。这其实是一笔特别狠的交易。欧亚人用几千年的死亡当学费，换来了2样礼物，一样是身上带着的病菌，另一样是对这些病菌的免疫。所以我们想想，当欧洲人跨过大洋那一刻，他们随身带着的其实是一件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生化武器，身体里装满了新大陆从没见过的病菌，而他们自己早就免疫了。那美洲原住民呢？美洲几乎没有能成群养的大牲口，所以他们从没经历过那场血腥的免疫训练。病菌一登陆，他们的身体就是一张完全不设防的白纸。有学者估算，欧洲人来了之后，多达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这些外来的病。95%，一个又一个文明不是被钢刀砍灭的，是被看不见的病菌悄无声息地抹掉的。读到这儿，我心里冒出来一句话，也分享给你一起听。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武器，可能从来都不是枪炮，而是牛羊。我们慢慢品这件事，会发现它简直像个悖论，跟脏兮兮的牲口住一块儿，一茬一茬的染瘟疫。这看上去明明是天大的劣势，天大的苦，可几千年熬下来，它居然慢慢变成了最致命的外挂。这大概就是历史最让人不是滋味的地方。看上去再吃苦的，可能在悄悄攒优势；看上去再享福的，可能藏着要命的漏洞。可这又把问题往下推了一层，我们忍不住会想，为什么这些能养的动物牛羊猪马偏偏就扎堆在欧亚大陆？为什么美洲、非洲、澳洲几乎一头都没有？难道真就只是运气好吗？我跟你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整本书里非常有趣的地方，而它竟然跟一个我们绝对想不到的东西有关：大陆的形状，大陆的轴线。这一段我们一起慢一点，一层一层捋清楚。第一层是一场动物的抽奖，全世界能被人成功驯养的大型食草动物加起来也就大约14种，而这14种里有13种老家都在欧亚大陆。美洲基本就1种羊驼，澳洲1种都没有。这不是因为美洲人懒，不会驯，是因为那儿的动物根本驯不了。戴蒙在这儿借了托尔斯泰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戴蒙说，能被驯养的动物也一样，都是相似的，而每一种驯不了的动物都各有各的驯不了，脾气太暴，太容易受惊，关起来死活不肯繁殖，长得太慢，群居的规矩不对，
比如你看非洲的斑马，长得多像马，可它一咬住人就死不松口，到今天都没人能驯服它。所以你看，欧亚大陆先中了一次动物的头奖，它还顺手中了一次植物的头奖，小麦、大麦、水稻这些最高产、最好种的作物也恰好扎堆在那儿。但我想强调，真正最深的那一层，还不是有什么动物，有什么植物，而是当一个地方好不容易发明了农业，它能不能传出去？这是我读这本书时觉得戴蒙最聪明的一笔。我们现在一起摊开一张世界地图，认真看一眼大陆的形状。欧亚大陆是一块横着长的大陆，从东边的中国到西边的欧洲，是一条横向铺开的宽带子。美洲呢，它是竖着长的，从北边阿拉斯加一直拉到南边智利的尖角，细细的一竖。非洲也一样，是竖的。这横和竖差别在哪儿？就2个字：纬度。在同一条纬度上的地方，也就是东西走向的地方，白天差不多长，气候差不多，四季也差不多。所以在一个地方训出来的作物，能一路往东往西，传上几千公里，照样能活能长。诞生在肥沃新月地带的小麦，能往西铺满欧洲，往东推进亚洲，就因为走的是同一条横向的纬度带。一种家畜，一项技术，一个轮子，一套文字，都能在这条横带子上相对轻松地传过去。可我们换到一块竖着长的大陆上看看，你想往外传，就得穿越纬度，穿过一个又一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带。一种在墨西哥气候里长得好好的作物，往南走，一头撞进湿热的热带雨林，再往南又是安第斯山脉那种截然不同的高原气候，它根本活不下去。安第斯山里的羊驼从来没能翻山越岭走到墨西哥。美洲南北两头的好东西被牢牢锁在各自那一小块气候里，谁也会不到谁那儿去。我们想象一下这2幅画面，在欧亚那条横向的带子上，农业、牲口、技术、思想全在到处流动，互相碰，不断叠加，就像一个雪球在一道又长又平的坡上滚啊滚，越滚越大。多余的粮食养出了城市，城市长出了分工，分工逼出了文字，文字又攒下了冶金，军队组织一路滚下来，最后滚出了什么？滚出了枪炮，滚出了病菌，滚出了钢铁。而在那些竖着长的大陆上，每一项发明都被困在自己那一小格气候里，没法跟别的合在一起，没法滚成雪球，只能孤零零的原地打转。讲到这儿，戴蒙抛出了整本书最核心、冲击也最大的一句话：欧洲人的领先并不是欧洲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他们继承下来的。那些帮他们征服了全世界的枪炮、钢铁、巨轮、病菌，并不是因为哪个种族天生就聪明，他们只是站在了那条横向雪道的最末端，接住了一份从1万多年前就开始滚的巨大的先发优势。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块大陆碰巧的形状和几种动植物碰巧的分布。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总结成这么一句话：文明跟文明之间的较量，说到底是地理条件在1万年里滚出来的长期复利。复利这2个字很关键，它的意思是一点点早期的小优势，只要给它够长的时间，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复利成一道几乎让人绝望的鸿沟。而这事儿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也一样。一个人碰巧生在有资源的家庭，有机会的城市，信息流通的环境里，他早期那一点点不起眼的领先，在30年的复利之下，最后会鼓成一道巨大的差距。这道差距我们常把它叫做天赋，可我越来越觉得它真正的名字是被时间复利过的环境。聊到这一步，你心里大概会升起一个有点扎人的问题，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呢？如果一切都被地理决定了，如果连出生在哪块大陆都早就写好了，那努力还有意义吗？我们是不是从一出生就成了环境的囚徒？这盘棋是不是早在我们出生时大局已定了？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容易被人读偏的地方。戴蒙从来没有说环境是我们逃不掉的宿命，他说的是环境是决定性的，但对一个人来说，环境也是可以选的。一块大陆没法选自己的形状，一个国家没法搬起来挪到一个更好的纬度上去，可是我们不是一块大陆啊。我们确实没法选自己生在哪个家、哪个国、哪个时代，那部分环境是命运直接发给我们的牌。但是等我们长大了，会发现一件挺让人精神一振的事，我们身边相当大一部分环境忽然就变成了一道选择题。我们能选自己住在哪座城，我们能选自己进哪个行业，我们能选自己跟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那个圈子就是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
我们还能选每天让什么样的信息流进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一条可能是所有环境里最厉害的那一种。我们想想看，两个能力一模一样的人，一个每天晚上躺着刷短视频，刷满屏的抱怨，另一个把同样的时间泡在一群正动手造东西，互相交换想法的人里。5年之后，这俩人就站在了两块完全不同的大陆上，而这两块大陆是他们自己一点一点选出来的。我特别想把下面这句话送给屏幕前的你：我们没法选自己生在哪一块大陆上，但成年之后，我们完全可以选自己要走到哪一块大陆上去。这句话悄悄改写了我们对努力的理解。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也许根本不是在一个既定的环境里我们拼得有多狠，而是我们到底把自己放进了哪一个环境，选对了大陆，胜过我们在错的那块大陆上拔腿跑断。而当我们想通这一层，我觉得还有最后一点东西值得再讨论一下。人最大的外挂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读完《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尚书》，记住的就一句话：环境决定命运。听上去有点冷，有点认命，甚至有点让人泄气。但我陪这本书待了这么久，越来越觉得这不是戴蒙真正想跟我们说的。他真正想说的，我觉得是这样一件事：当我们真的看懂了环境的力量之后，心里会悄悄发生2个变化。第一，我们会慢慢不再盲目崇拜成功。再看见一个站在顶上的人，我们不会下意识就以为他天生比所有人聪明，比所有人高贵。我们会忍不住多问一句：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先发优势把他一路托举到了这儿？第二，我们也会不再没头没脑地责怪失败别人的，也包括自己的。我们不会再轻易相信每一个掉队的人就只是因为不够努力。因为当我们真的看清了，会发现这么几句让人安静下来深思的话：很多我们叫做天赋的东西，其实是环境；很多我们叫做能力的东西，其实是机会；很多我们叫做努力的东西，其实是别人恰好就有的资源。这绝不是让我们从此躺平，不再努力的借口，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能够清醒的去努力的开始。因为当我们真的看清了，不再把一切都归到某种神秘的个人天赋上的那一刻，我们才终于能看清那些真正能撬动命运的杠杆。而其中最大的一根，就叫做我们把自己放进了什么样的环境。所以如果把我们今天聊的总结成一句话，那大概是：人最大的外挂不是天赋，而是环境。我们身边有人习惯抱怨环境，有人懂得适应环境，而还有一种人，他们懂得去选择环境，甚至亲手创造环境。最后，我们一起再回到那片湿热的海滩，回到亚历的那个问题。也许戴蒙给亚历的答案，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是这么一句：我们出生在哪里不是我们的错，但我们长大之后决定往哪儿走，决定让自己站在哪一片更肥沃的土地上，那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课题。